女人猛然用力生下孩子，可当年轻护士接住孩子的那一刻，瞬间呆住了。她抿嘴看向护士长，护士长看她这个样子，也敛去了笑容，趁机找到机会调换了位置，脸上的笑意在揭开衣布后消失了。只有孩子的母亲浑身轻松地询问男孩女孩。此刻的她迫切想要看到孩子，护士长却下意识地摇头，借口说孩子的体温太低了，带着孩子离开了产房。刚出门就碰见了前来检查的医生。当他打开衣布的瞬间，眼前的景象彻底惊呆住了他。部下的那副躯壳是残缺的，不仅仅是四肢，内脏也极有可能存在问题。患有海豹肢畸形症的孩子很难活过出生的第一个晚上，因此这一晚上成为了孩子是否能存活下来的关键。于是医生彻夜不眠地陪在孩子身边，不断观察着孩子的各项身体指标。好在孩子爆发出了巨大的生存能力，襁褓中的孩子开始下意识地吮吸医生的手指，并且开始大哭了起来。孩子的危险期已经成功度过，可眼下有一大问题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该如何将这个消息告诉孩子父母？怀着忐忑的心，他们还是决定将真相告诉母亲。与此同时，他们没有注意到语音室里走来了一个男人，他看着婴儿床的女儿，小心翼翼地抱了起来。这是他与妻子的第3个孩子，脸上写满了欢喜。可就在他揭开襁褓时，脸色顿时凝固，丢下孩子头也不回地跑开了。转头找到妻子，对着他就是一阵劈头盖脸的怒吼。妻子这才明白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颤颤巍巍地跑去查看孩子。就在众人都以为孩子会遭到抛弃时，孩子母亲却坚持要收养他，并为他取名为苏珊。看着不同寻常的身体，他想用这种方式显得女儿更加普通一些。尽管如此，没有孩子父亲的同意，这个孩子依旧无法在母亲身边长大。助产师见状跑到了家里劝说丈夫收留孩子，丈夫并没有回答，只是将助产师赶走了。看到这样的结果，妻子也很是伤心，但她说什么都不愿放弃对孩子的照顾。她拿出之前精心准备的衣服为女儿穿上，可女儿因为身材太小，普通衣服直接将孩子的脚一同包了起来。妻子需要回家重新拿新衣服，但她知道没有丈夫的同意，孩子根本无法走进大门，这件事情只能缓几天进行。然而就在几天后，孩子的父亲主动来到了医院，身边还带着自己的2个孩子，手里还拿着妻子最喜欢的花束。丈夫看到3个孩子相处得十分融洽，他逐渐发下了心中的芥蒂，开始主动拥抱起了这个特殊的女儿。尽管苏珊有着别具一格的身体，但她有着跟其他孩子一样的爱，父母给予她的爱足可以让她勇敢地走下去，并且幸福地度过接下来的美好生活。男人在众目睽睽下撩开已怀孕8个月妻子的裙子，只为了向朋友们展示妻子怀孕时的身材，全然不顾妻子脸上的尴尬与无措。等聚会结束，人群散去后，男人看着女人想要讨点甜头。就在男人准备进行下一步时，特鲁德连忙推开丈夫，可刚想要解释，丈夫的手就已经掐到了她的脖子上，威胁她。特鲁德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丈夫尽管坐了8个月的牢，出来后仍不着调，不陪自己做产检，还带着孩子冒险去练习拳击，并且还是在特鲁德不知情的情况下半道接走了孩子。当特鲁德得知孩子没有按时被助产师接走后，他顾不得肚里的孩子，猛地朝拳击场跑去。她这才得知，丈夫之所以教儿子学拳击，是因为他一直在学校被人取笑，想着用这种方式锻炼对方的独立性。但是这种不相互协商的语气彻底惹恼了特鲁德，尤其是当他看到儿子正道的哭泣时，他直接气疯了，直接找到了警察局。因为特鲁德的丈夫也具有抚养权，警察只是进行了口头上的教育。然而正是因为这次事情，让男人觉得自己在朋友面前丢光了面子，到家就对着特罗德大发雷霆。见特罗德冷漠的态度，他狠狠地用烟头在女人身上烫出了3个窟窿，随后猛地将女人摔在地上，当着儿子的面将特罗德锁在了房间。看着茫然无措的儿子，特罗德顾不得身体的疼痛，努力安抚儿子，谎称这是跟父亲进行的一场游戏，并且让儿子拿玩具在楼道玩。特罗德这才安下心来，可由于刚才过于激动，他出现了早产的症状，肚子开始疼了起来。此刻的他已经没有时间再继续等下去，只好让儿子去到厨房拿来一把刀，通过门缝递了进来。特罗德使出吃奶的劲要将门锁撬开，但因为阵痛，他只能敲一会儿休息一会儿。好在最后大门被顺利撬开，特罗德带着儿子朝着医院跑去。当他看到助产师出来时，他悬着的心才彻底放松下来，孩子也顺利生了下来。看着女儿健康的样子，特罗德下定决心要跟丈夫离婚。她曾憧憬婚姻给她带来的幸福，但当她想到丈夫粗暴的样子，所有幻想被全部打破。她抢先一步回到家，并将家里的门锁全部换新，阻止丈夫接近自己的孩子。丈夫气不过，一拳打在了玻璃上作为要挟。尽管对方如何阻拦，
特罗德都下定了离婚的打算。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场离婚官司他进行的并不顺利。丈夫不仅让母亲看守她的日常生活，还禁止她外出活动。这样的生活，特罗德再也过不下去了。他情绪崩溃，将孩子丢到医院，自己找到了空无一人的地方，决定结束生活。好在助产士及时发现了他的行踪，帮助他处理这场离婚官司。特鲁德这才成功离婚，并顺利拿到了监护权，并且带着2个孩子离开了这个让他痛苦的地方。人生总会有坎坷，只要保持一颗勇敢走下去的决心，希望就会持续向你招手。女孩下体被死死封住，匪夷所思的器官让在场的所有的助产士不禁倒吸凉气。Mrs. Farah, do you mind me asking, have you had any surgery down there? Only what is usual. Usual? 这是非洲女孩成长时所必须经历的过程。年长的女性会割掉女孩身下多余的肉，然后缝合伤口，只留下一个小孔排泄。期间过程中没有麻醉，没有正规的消毒过程。因为这些简陋的环境，不少女孩因为感染早年离世，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幸运地活下来。但是这些伤口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她们。护士对这种情况表示束手无策，他们想要引导法拉太太改变这种想法，可法拉太太并不这么认为。这是他们流传下的历史，没有一个女人会逃过，他们更不会背弃祖宗的决定，私自将伤口割开。然而法拉太太此时的状况则必须要将伤口割开，才能将肚中的孩子顺利取出来。这本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，却因为文化上的差异，法拉太太听到这些话羞耻地说不出来话。趁着助产士不注意的功夫，她悄悄逃到了家里。助产士明白法拉太太的身体状况随时都有可能分娩，他们必须说服法拉太太动手术。然而当他赶到法拉太太房间时，法拉太太正痛苦地蹲坐在地上，嘴里不断大口喘着粗气。尽管她再怎么努力，孩子始终都不能出来。可即便到了这种地步，法拉太太依旧不愿意接受助产士的帮助。经过助产士一番耐心的劝阻，法拉太太这才心软答应了下来。但救护车刚开出去几分钟，法拉太太的羊水就已经流尽了。他们必须马上进行手术，这样才能保住肚中的孩子。没办法，助产士只能让救护车停在路边，自己现场动手术。手术之前，助产士保证自己绝不会用刀子伤害法拉太太的身体。法拉太太这才同意助产士给自己动手术。很快，法拉太太就生下了一名女孩。可因为下身的伤口过于严重，法拉太太必须去到医院进行手术，拆掉全部的线。然而这对于法拉太太是精神上的打击。在他们国家，没有经历过割礼的女性会被贴上不守妇道的标签。法拉太太很是害怕丈夫会因此抛弃她。助产士很是心疼她童年痛苦时的遭遇。出院时，他陪同法拉太太一起回到家。谁料他家里人将法拉的妹妹接回到了非洲，进行残酷的割礼仪式。助产士想要挽救，却发现妹妹已经上了船，任凭他如何帮助也无济于事。看着妹妹天真无邪的笑容，助产士由衷的心疼她。可她根本无法改变，只凭借她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改变千百年的观念。